最近这段时间，美国因为阿富汗的事情被弄得焦头烂额。不过，即便如此，似乎也没有妨碍到美国继续针对中国。从解放军军机几次三番碰到美国军机开始，中国和美国的火药味就慢慢起来了。而现在，在美国的小动作下，岛内也再次开始蹦跶。8月17号，岛内媒体揭露了台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详细部署情报，整个部署计划都是台军按照美国兵棋推演计划安排的。而且台媒还表示，按照台军的规划，这种部署安排将会让台岛变成所有部署防空导弹的国家和地区中，在密集程度上名列第2。也就是说，岛内这次导弹部署的非常密集，用稍微夸张一点的比喻来说，简直是3步就有1辆被部署的防空导弹。当然，按照台媒的爆料，这次岛内的防空导弹部署密度也确实很大，多数都是藏匿于山林、营区之中，几乎细细密密地布满了岛上周边所有解放军能够攻击到的位置。在这其中，共分为2种导弹，其一是爱国者导弹，总共分成了9个连队、3个城镇地区，分别是高雄、台北、台中3地，另外还抽调了2个连队，轮流部署在花莲和台东，相互应对的全都是解放军的对立部署。另外一种天宫3型导弹，因为产量的提升，台岛直接部署了12个连来做军事部署，而且这部分和爱国者都在北方不同，几乎都在东部地区。不过不管是爱国者还是天宫3型，对于岛内来说都是针对解放军的一部分。那么这样说来，岛内这回还真是铁了心要针对解放军了吗？难道岛内还真以为解放军不敢打吗？要知道，不管是爱国者还是天宫3型导弹，对于解放军来说都是不堪一击，所以国人一句话直接就让岛内破防了，毫无用处。开战1小时之内，这些就会全部报废。因为真到了需要登岛的时候，解放军肯定还在没有上来的时候，就会直接用猛火攻击，把这些给清理得干干净净。必须要说的是，对于这件事，解放军已经再次亮明态度，用行动在台东南、西南方向进行军事演习，出动多种军舰、军机联合火力突袭，以此应对这种挑衅行为。就像国人说的，不管是对岛内还是对美国，解放军有的是大招。有意思的是，在解放军这般强势回应以后，岛内附和解放军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比如这次就有网友直接放话：单食江湖，以迎王师。王师是什么？古时候是天子的军队，如今那就是国家的军队。所以祖国统一不仅是大势所趋，更是民心所向。这不仅有大陆的民心，同样有岛内的民心。所谓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以美国为首的反华联盟正加大力度与中国作对，摆出一副要跟中国对抗到底的模样。但随着事态的发展，也是时候让这些国家认清现实了。近日，亚洲发生2件大事，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就东京疫情持续恶化，菅义伟决定在17号的记者会上宣布扩大和延长紧急事态宣言。可在讲话中，其却接连出现了2次惊人的口误。第一，他将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导致加尼政权垮台说成进入塔利班的首都喀布尔导致加尼政权垮台。第二，他声称扩大新冠肺炎感染面积是当前最优先事项。如此荒唐的言论在传出后，立即引起日本国内一片热议。不少日本网友甚至开始讽刺：从阿富汗被塔利班掌控到承认塔利班新政权，菅义伟动作不是挺快的吗？而针对扩大新冠肺炎感染面积是当前最优先事项这一口误，日本网友表示内心有一丝不安。结合2起事件，在网友们看来，随着喀布尔落入塔利班之手，阿总统加尼出逃，这一切都在意味着阿富汗的局势逐渐出现一边倒的现象。而作为美国的跟班，日本肯定不能明目张胆地站在塔利班一边，所以才会上演所谓的口误，向外界传出不一样的舆论信号。尽管这也只是猜测，但倘若是真的，那么难保扩散疫情感染面积不是菅义伟心中所想，不经意间吐露的心声。这样不寒而栗的分析一经传出，立马有网友开始喊话让菅义伟下台。而就在这个时候，印度也发生一件有趣的事儿。印度国民情绪调查结果显示，总理莫迪的支持率在1年内从66%下降到24%。针对支持率大幅度下降，印度媒体发现有高达71%的受访者认为莫迪对新冠疫情不当，在印度感染以及死亡人数要远高于印度政府公布的数据。另外，有23%的受访者表示，失业率是印度政府第2大失败。值得一提，莫迪近期提出一项总额高达100万亿卢比的国家基建计划，其目的是刺激该国经济，尽快从疫情中恢复。莫迪想学拜登的作风，可这样不仅会给印度带来巨大的通货膨胀的风险，甚至会给印度民众带去更沉重的税务负担。或许正因如此，印度国内就莫迪下台的呼声才会越来越高。本就受疫情折磨的印度民众，莫迪的这一做法无异于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毫无疑问，现在的莫迪已经被逼至悬崖，若再不及时收手，后果将不堪设想。不过话说回来，菅义伟口误引众怒，莫迪砸钱惨遭逼宫，似曾相识的场景好像都在美国身上发生过，难不成这就是亲美的下场？
满地狼藉的美国驻阿大使馆，从美军机坠落的阿富汗人，美国仓皇逃离的丑态，让一向自诩为民主人权灯塔的美国丢尽了脸面。美国舆论痛批这是外交政策耻辱，让美国在世界舞台上难堪。有许多声音都认为，美国的混乱撤离导致朋友和盟友不得不扒在撤离飞机上，比当年的西贡铁拳更生。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反驳，美国的朋友和盟友并没有被挂在飞机外面，正夜以继日的让人们撤出。然而现实是，美国政府缩减疏散阿富汗飞往美国的航班数量，为了优先撤离当地美国人，而且美国外交人员在撤之前销毁了大批阿富汗人的护照，而美国抛弃盟友，让美国信誉扫地。对此，华盛顿邮报刊文称，阿富汗大变天，全球都在反思美国所扮演的角色，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欧洲国家感到背叛，怀疑战友的可靠性，而那些把美国当成保护伞的国家则担忧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阿富汗，而那些美国的对手可能会因此轻视美国。阿富汗之乱验证了美国信誉和实力双衰落，尤其对美国盟友影响尤为深远。在17号，欧盟紧急召开外长会，罕见批评美国造成难民涌入危机和恐怖主义，其中最难堪的是英国。英国在阿富汗战争的投入仅次于美国，然而对于美国撤军时机和策略，英国几乎完全插不上嘴。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拜登决定撤军后，英国选择不多，只能跟着走，而且英国还需要在未来几年接受最多2万名阿富汗人，美国就这样一走了之，留下的烂摊子都要由盟友来承担。拜登政府正遭受信任危机。事实上，自拜登上任以来，他就想宣扬美国回来了。在过去8个月，拜登政府马不停蹄游说拉拢盟友一起围堵中国，在新冠溯源、新疆人权、涉港、涉台、南海、网络攻击等问题上，美国和盟友一起向中国发难。然而现在一朝回到解放前，拜登政府瞎忙活8个月，打压中国，盟友还跟吗？还敢不敢再挑衅中国？最近，美国盟友们看起来似乎确实更消停了，日本更是缩起了头。而日本经济新闻警告称，从阿富汗局势中看清美国只关心自身利益，如果坚持抵制对抗中国，那么头号责任会被推在我们身上，而不是美国。日本和台当局应该吸取教训，这也适用于美国每一个盟友和伙伴。虽说美国给了他们一记清醒的耳光，但在遏制中国崛起上，他们似乎又有共同利益，我们不能抱有任何幻想。近日有日本媒体报道，解放军一艘056型护卫舰出现在了日本外海附近，并且在随后还横渡对马海峡，穿越了个日本海。对此，日本自卫队在发现此事后，即刻派出了军舰春雨号以及军机 P1反潜巡逻机对中国军舰进行跟踪监视。说实话，这次解放军还真不是特意针对日本的。有消息表明，这次解放军军舰之所以横穿日本海，主要是为了北上赴俄罗斯参加海参崴的军事比赛而已。也就是说，056穿过日本海还真就是顺便的事。不过，就像国人说的，中国军舰不过是在公海上自由航行，日本紧张什么？要知道，确确实实是国际法规定，任何国家在公海上都享有自由航行的权利。所以这么多年，美国一直在中国周边的公海上自由航行，中国不是什么话都没有说。甚至在极为频繁的前提下，中国也不过是提醒美国需要尊重中国国家主权。如今日本这上蹿下跳的要警惕解放军，真的不是心虚吗？之前如果说日本是甘当美国马前卒，在西太平洋针对中国，到如今却更多的是日本的野性。特别是日本最近做的一些事情，就能清晰明了的看出来。例如挑拨澳大利亚继续搞事，撺掇印度搞联合，时不时放出消息要在距离中国最近的岛上设一条火线，增强防卫队实力，调整防卫计划，拿出更多的资金买武器等一系列的行为。所以这次解放军的056型护卫舰出现在日本海附近，自然会被日本当作是威慑手段，以至于军机军舰齐上阵的监视解放军军舰。值得一提的是，抛开日本的反应不谈，解放军这次真的没有威慑日本的意思吗？这或许还真不见得，因为美国的种种动作，各种原因一直都在解放军眼皮的底下，反而是日本会仗着目标小不显眼，做更多的挑衅行为，甚至完全不夸张地说，日本很可能已经在做战争准备了。对此，将解放军必然会敲打日本。必须要说的是，解放军这旗帜已经很温和了。要知道，最近东部战区亲自发布警告，解放军要在台东南、西南进行军演活动，甚至还披露会有多种军机、军舰的参与，而且明明白白地指着美台鼻子骂。美台屡屡勾连挑衅，侵犯中国主权，破坏地区稳定，所以解放军军演就是对美台的回应，随时准备应战。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虽然温和，却也或许是解放军将全面反击的信号。毕竟从最近解放军种种动作来看，美日一再触及中国底线，解放军用军演下注岛内，自然也不可能放过美日。所以这次或许只是顺便串行一下，但是下一次就很可能是直接停留在附近公海上，或许还有演习任务。